欢迎来到美股坐标系。今年开年到现在12天过去了，不知道大家从盘面的变化有没有感觉出来，2026年的美股玩法彻底变了。过去3年，你闭着眼睛买科技股都能赚钱，但现在钱开始往其他地方流了。今天我就结合这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，给大家深挖一下后期美股真正值得关注的几个板块。咱们先说说这周五的非农数据到底透露了什么信号。在深入板块分析之前，我们得先理解一个矛盾的现象。美国12月非农就业人数只增加了5万，远低于预期的7万，但失业率反而从 4.5% 降到了 4.4%。这就像你开了家餐厅，新招的服务员比预期少了30%，但辞职的人却更少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，但没有崩盘。市场现在给美联储1月保持利率不变的概率达到了 97%。这对股市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利率在短期内不会大幅波动，企业的融资成本相对稳定，这给了周期股一个喘息的机会。Mike Wilson 特别强调了这一点，他认为2026年是经济重新加速的一年，而不是衰退年。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显示， ISM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的45个月周期正在指向复苏，虽然延迟了，但没有取消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敢预测标普500今年能涨到7800点。所以就业数据虽然不亮眼，但恰恰给了市场一个软着陆的预期。这种预期下，什么板块最受益？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先说一个很多人没注意到的细节，截至1月8日收盘，道琼斯指数年初以来已雷涨 2.5%，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明显落后。这说明什么？市场的钱正在悄悄地从科技股流向其他板块。我给大家举个生活中的例子，你去菜市场买菜，如果所有人都在抢大白菜，那大白菜肯定贵得离谱。这时候聪明的买家会发现，旁边的青菜、萝卜其实也很新鲜，价格还便宜一半。现在美股就是这个状态。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预测，他对于股票的投资首选建议包括金融股、医疗保健股、非必需消费品股、工业股以及小盘股。注意，他没有把科技股放在第一位。为什么？因为估值太贵了。标普500的 CAPE 比率现在是 31.9， 已经接近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水平。这个比率是什么意思？简单说，就是你花 31.9 块钱才能买到公司1块钱的真实盈利能力，而历史平均水平大概是16到17倍。你愿意花2倍的价钱去买同样的东西吗？更关键的是，景气循环股在过去1个月内上涨了 9.3%， 是同期标普500指数涨幅的2倍。什么是景气循环股？就是那些跟经济周期高度相关的板块，房地产、钢铁、汽车、航空，经济好的时候它们涨得快，经济差的时候跌得也快。现在这些股票开始跑赢大盘，说明市场在压住什么？压住美国经济不会硬着陆，而是会软着陆，甚至重新加速。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关注点，传统周期股可能会在下周继续表现强劲。1月8日，美股军工股全线爆发，美国航天国防股指数 ETF 盘中一度大涨超 4%。为什么？因为特朗普不是嘴上说说，他是认真的。为什么突然暴涨？特朗普表示，2027年美国军费应提升至 1.5 万亿美元，相当于较今年预算增逾 50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我给你算笔账，如果今年军费是1万亿，明年要涨到 1.5 万亿，那就是多出来5000亿美元。这5000亿要花在哪里？买飞机、买导弹、建基地、搞研发。而且特朗普说得很清楚，如果不是因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关税带来了巨额收入，他原本会维持1万亿美元的预算。但由于关税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，他们现在能够轻松达到 1.5 万亿美元的预算。换句话说，他把关税收来的钱直接投到军工产业了。但是这里我要提醒一点，军工股有个特点，就是政策敏感性强。如果2026年中期选举共和党输了，或者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被最高法院否决了，这笔钱可能就没了。而且特朗普在同一天还威胁国防承包商，说要限制他们的股票回购和高管薪酬，这导致洛克希德马丁当天下跌 4.8%， 诺斯罗普格鲁曼跌 5.5%。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板块是存储芯片。截止11号收盘，闪迪的股价报 379.17 美元每股，再度创下历史新高。为什么涨这么猛？
就因为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 CES 科技展上说了一句话：就存储而言，这目前是一个完全未被开发的市场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 AI 服务器需要的存储容量太大了，现在的供应根本跟不上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大型 AI 模型训练一次需要的数据量是几十 TB 甚至上百 TB， 这就像你家里装修，突然发现水泥不够用了，而且全城的水泥都缺货，这时候水泥价格会怎么样？当然是暴涨。韩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，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计划在2026年第一季度将服务器 DRAM 价格较2025年第四季度上调60%到70%。注意，是60%到70%，不是6%到7%。这个涨幅有多夸张？相当于你去年买一根内存条花1000块，今年同样的东西要1600到1700块。而且机构预测更激进，花旗预计2026年全球将面临严重的存储芯片供应短缺，并将 DRAM 平均售价涨幅预期从 53% 上调至 88%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谁会因为涨价受益，谁会受损？受益的存储芯片制造商，比如美光科技、三星、SK 海力士；受损的下游终端制造商，比如苹果、联想、戴尔。IDC 分析认为，若内存价格维持高位，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可能呈现规模收缩、均价上行的格局。PC 厂商均向客户发出预警，业界预计将普遍提价15%到20%。所以你买手机和电脑可能要多花钱了。但如果你投资了存储芯片公司，你的股票收益会很可观。这就是典型的涨价链逻辑。现在市场上还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因素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到底合不合法？美国最高法院称，下周三将再次就这个市场高度关注的议题发表法律意见。这个判决有多重要？我给你算笔账。如果败诉，美国政府可能需要偿还截至今年9月30日的财政年度征收的1950亿美元关税中的大部分。195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中国1年军费的1/4。如果最高法院判特朗普赢了，那全球贸易战会继续打下去，制造业成本会继续上升，通胀压力会继续增大。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依赖进口零部件的公司，比如特斯拉、苹果。如果判特朗普输了，那这些公司会松一口气，因为成本压力会减轻。而且富国银行首席股票策略师预估，若法院裁定关税违法，标普500指数的企业在2026年盈利将较去年增长 2.4%。 但这里有个陷阱，即使特朗普输了官司，他还有其他手段继续加关税。目前可以立刻使用的就是第122条，该条款允许华盛顿在150天内对贸易伙伴征收高达 15% 的关税。所以这个判决的影响可能没有市场想象的那么大。我的建议是，不要在判决结果出来之前做大的仓位调整，但可以提前布局一些不受关税影响的板块，比如金融股、医疗保健股。总结一下下周值得关注的板块： 1. 金融、医疗、消费品、工业和小盘股。 2. 军工股，短期有催化剂，长期看政策。特朗普的 1.5 万亿军费计划是真金白银，克瑞托斯、洛克希德、雷神这些公司短期会受益，但要控制仓位，因为政策风险很大。下周三最高法院的关税案判决就是一个关键节点。 3. 存储芯片股，涨价逻辑清晰，但要防范下游需求受抑制。美光科技、三星、SK 海力士会因为涨价受益，但苹果、联想、戴尔的成本会上升，可能会抑制终端需求。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逻辑。 4. 避开高估值科技股，除非财报超预期，否则这些股票短期可能承压。标普500的 CAPE 比率 31.9 已经接近2000年互联网泡沫水平，估值透支太严重。 5. 关注特朗普关税案判决，下周三的判决可能引发短期波动。如果判特朗普赢，通胀压力继续；如果判他输，制造业成本会降低，但他还有其他手段继续加关税。所以不要在判决前做大的仓位调整。最后我想说，2026年的美股跟2025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去年你闭着眼睛买 AI 概念股都能赚钱，今年得看真实业绩和估值。Mike Wilson 说得很直白，他预计今年至少有一次 10% 的回调，但这是买入机会，不是逃跑信号。关键是买什么？他的答案是买那些过去几年被冷落的板块。
金融、医疗、消费品、工业、小盘股。这些板块估值合理，受益于经济重新加速和政策支持，而且还没有被市场充分定价。华尔街最聪明的钱已经在往这些方向流了。道琼斯年初涨 2.5%， 纳斯达克涨幅落后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至于市场后面会怎么走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当下应该关注什么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希望今天的分析对大家有帮助。新频道还请各位多多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